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21日晚间17点1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由于昨天美股不开盘啊，所以我们直接说一下 A 股。A 股这轮行情啊走得非常强势，它是走了一个对称性的下跌和上涨。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它走了一个对称性的周线级别的反弹。这一轮反弹呢，我认为目前为止已经做了一个对称性的下跌和对称性的上涨，所以呢，在当前位置我们看到了这个位置是120周均线，同样也是120日均线。这条均线啊起到了一定的压制作用，所以呢，我认为 A 股市场目前为止经过一整轮的对称性的下跌和反弹之后啊，它要进行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啊，目前仍然处在一个均线压制的位置。这条均线压制已经连续进行了5个交易日的震荡。那接下来的走势呢，我认为日线级别下跌会有的。日线级别的下跌会有的，这样呢，日线级别的下跌呢，会对称于前面这轮行情当中急速下跌的过程所以呢 ，A 股目前大家要做一个谨慎的持仓考虑谨慎持仓的考虑，甚至要减一些仓位因为 A 股也有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在这里面。那么道琼斯工业指数呢，这2个交易日没开盘，但是呢，昨天道指的主联，也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一直在运行直到今天它正在出现一个反弹。那它的反弹呢是什么原因呢？同样和这个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有关系。那我们看到了这轮道指的行情出现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这个位置是第一轮周线下跌，然后日线反弹，周线下跌，日线反弹。那么目前位置处在第3轮，也就是第2轮半这个阴线呢是悟空阴线，这个阴线呢是8金阴线。这2条阴线周线级别的阴线是什么构成的呢？是由日线级别下跌构成的。我们切换到日线看到这里，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它出现了一个反弹出现了一个反弹。我们看的是道指的主联，也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今天道指涨了517点道指的主联涨了517点。涨幅达到1.73%，这意味着今天晚上道琼斯工业指数开盘之后会有一个高开会有一个高开。那这轮行情比特币同美股出现了一个异步的同步因为比特币这个市场具有非常强的连续性美股它有收开盘，美股的盘前合约它有收开盘， A 股它有收开盘时间运行呢只有那么几个小时，但是比特币是24小时不间断交易的，所以呢，它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观察到这轮行情同美股类似的是它这里出现了一个2轮半的下跌西游这是第一轮，然后日线反弹第一轮周线级别下跌，日线反弹，第2轮周线级别下跌，4小时级别反弹黄色箭头这里面是4小时级别反弹，然后再次下跌，同比特币同这个美股一样目前处在一个第3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8阶阴线的这个位置。那目前的反弹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我认为是这轮行情当中跌破焦点之后出现了一个日线的反弹，日线反弹之后它有2个反弹的预期日线下跌之后有2个反弹的预期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之后呢，有小时线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预期。那么在行情这里呢，我们切到小时线跌破震荡的这个结构之后，这个结构呢是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我们切到小时线发现了昨天它出现了一个小时线的反弹，目前的这个反弹呢已经得到了延续，也就是行情突破了这个小时线的反弹。那么现在进行的是什么呢？现在进行的就是我昨天提到的4小时级别的反弹。目前以太坊和比特币从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出现了一个小级别的反弹，这个小级别的反弹从小时线级别已经成长到4小时级别。同时呢，我在昨天的行情当中给出了一个目标位，大概是在24000美金。这个目标位就是根据比特币有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可能性有这个机会来给出的。那么今天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目前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啊，是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首先呢，这里面有个阳线，这个阳线呢，我们可以把它叫悟空阳线，但是被阴线杀死了。杀死了之后，我们以6月19号16点的这根阳线为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后面走妖怪阳线妖怪阳线，这两根阳线互为干扰第二根阳线呢是在第一根阳线当中的处在它的势力范围，也就是悟空要杀死的妖怪。杀死妖怪之后，走8界阳线组，8界阳线非常多的震荡这一组 K 线呢都叫妖怪 K 线那第一根呢叫8界阳线的主阳线8界杀妖除魔斩妖除怪之后，目前走的一个是沙僧的位置，时间级别呢是4小时级别，当然这个沙僧走的相对来说还非常弱势这根阳线的开盘时间呢是16点，那它的收盘时间呢就是在20点。那走到20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22000美金以上的比特币。如果这轮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上涨吸油走完之后，我认为将要达到接近24000美金24000美金是我们第一个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因为我之前提到了K 线吸油战法呢，讲求的是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有这个小时线级别的或者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需求。4小时级别反弹需求完毕之后它有1小时级别的回调下跌的需求，这就是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那么在当前行情当中，在周线上我们刚才给出了周线上目前处在一个8界阴线的势力范围，本周呢并没有出现新低走出沙僧阴线，那么行情仍然处在这个上周所出现的这个8界阴线的这个势力范围。那么本周的这根阳线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妖怪 K 线，也就是干扰 K 线。有了干扰 K 线它会抑制我们干扰我们对行情正确方向、正确趋势的判断。什么叫正确趋势呢？当前行情处在一个熊市当中，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呢，目前走了2轮半目前的位置呢是8界阴线的势力范围，上周呢是8界阴线本周呢今天是周二出现了反弹，这根阳线周线级别的阳线是对我们下跌趋势的一个阻碍，所以呢管它叫妖怪 K 线。周线我们看完了，我们看日线日线级别上这一轮下跌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从焦点位发生的跌破，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这里面有20多个交易日的震荡，在焦点位发生突破，我们认为是行情不容易完全能收上来的因为焦点位呢是我们在行情当中的一个黑洞一个黑洞，或者是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当中地面上的一个洞这个球掉落到这个洞之后很难把它搞出来。所以呢这轮反弹有2个时间级别，小时线或者4小时级别的反弹可能会打到24000美金。那如果再往上呢，有没有发生日线级别反转的可能性呢？我认为它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我们布局行情不是去赌，要考虑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原理，对吧？日线级别下跌之后，4小时级别反弹，基本上就能对这个行情下跌的筹码空缺区进行一轮很好的回补并且市场上多头的希望已经非常充沛了。那在24000美金就可以建立你的空头仓位，开始建立你的空头仓位你的仓位一定要分几层仓位，比如说在24000美金你可以进入1成到2成仓位如果再往上反弹，它形成日线级别的对称性的反弹，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是有的也就是说这里日线级别下跌
对称日线级别反弹，日线级别反弹的过程当中，在$24,000这个位置，你布局一个仓位，布局一个空单。为什么布局空单呢？我在前面很多堂课中说了啊，趋势是下行啊，目前的下跌趋势进行到2周半啊，2轮半。那在这个位置布局第一个的空单，如果出现对称性的上涨，日线级别下跌对称日线级别上涨，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行情当中很多这种对称性的现象啊，比如说我举例啊，这个位置是急速下跌出现一个新低之后，4小时级别的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对称性的出现了这轮4小时级别的下跌，所以呢，行情当中是有这种对称性可能性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在这个4小时级别这里布局一个空单之后啊，要考虑它还有可能反弹到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呢也是上边行情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压力位，是由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位于29000啊，位于29000，4小时级别反弹的目标位24000，布局一个空单，然后再往上走的话啊，上方$29,000这个位置再次布局空单，布局更多一些的空单啊，比如说这里你布局2成仓位，那这个位置呢，你可以再加2成仓位啊，这就叫什么呢？分布式建仓。分布式建仓呢，可以更多的摊低你的成本，我们是做空单嘛，做空单的时候和做现货多头是类似的啊，越往上走啊，你布局的时候，你的空单成本越低，价格越高，你的空单成本越低，你的位置越好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形切换过来，切换一下，这就是行情当中的反向啊，它是一个反转 K 线嘛，反转 K 线之后啊，它的一个结构啊，你越往下布局，反转之后你越往下布局，你的位置越好，因为你是做空的，你的获利方向呢是在这个方向，是向上的啊，因为我们已经反转 K 线了啊，价格越高，你的位置越好啊。这个按键呢是 Alt I， 大家可以在 icon 里面啊去找到这个快捷键啊 ，Alt I 就可以进行这个反转 K 线。所以呢，当前这个行情啊，我总结一下，趋势依然是下行趋势，行情呢只是一个小时间级别的反转，反转的时间级别目前已经从小时间级别上升到4小时级别。所以呢，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要做2手准备。第一手准备呢是，如果它发生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仅仅能够发生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我们布局空单的位置大概是在$24,000左右。如果行情出现对称性的下跌，对称性下跌之后对称性的反弹啊，那么它的反弹时间级别将要达到日线啊，我们做空的最佳位置啊是在29000这个结构性的压力位附近啊，这样呢你就看到了我是怎么操作的啊，我应该怎么操作呢？行情当中只有3点东西最重要。第一点呢是趋势目前是下行当中的反弹啊，这是趋势。第二点呢是位置啊，我刚才给出了2个位置，分别是2个时间级别的位置。第一个时间级别呢是4小时级别的位置，第二个时间级别是日线级别的位置。位置你找到了。第3点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布局你的仓位啊，我建议是分布式布局啊，分别在4小时级别的反弹过程当中，目标位达到之后布局空单啊。第二点呢是日线级别反弹之后，对称性反弹之后，压力位附近布局空单啊。同时呢，我再补充一点啊，这一点呢我在前几堂课当中提到了，就是入场的时间非常重要。建议布局的时间呢啊，有这么几个关键时间啊，是晚间凌晨1点附近啊，11点到1点这2个小时附近，早盘的时候7点到9点这个时间区域啊。如果布局空单的情况啊，观察压力位和
反弹时间级别之后，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如果能够形成15分钟级别死叉，是一个很好的布局结构，很好的利用均线去布局的结构，所以呢，在行情当中你认知了 K 线西游战法，认知了均线，均线你怎么进场，认知了对的时间，认知了趋势位置和结构，你有了这几点认知，在行情当中获利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呢，大家耐心等待，等待有可能在行情当中发生的，并且正在走的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再逐渐布局你的空单，大的趋势呢仍然在下行的趋势当中，无论是美股还是最近的 A 股，都是在一个大的下跌周期区间，特别是美股在跌破120周均线之后，已经下跌的空间已经打开，这个占全球资本市场70%的一个大市场，会严重影响比特币的价格。所以呢，进场空头也好，多头也好，不是去幻想的，一定要观察它的时间级别，用 K 线西游战法去理解它在行情当中的位置，当前的价格在行情当中的位置，当前的价格在行情当中的结构，这几点呢都需要略微考虑一下。那么以太坊同比特币类似的是目前处在一个第3轮的下跌西游当中并且周线级别处在一个8阶阴线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本周呢是以太坊的一个妖怪 K 线，也就是干扰性的 K 线在这里。同时呢，我们发现以太坊的结构非常有趣，它形成了一个顶部连线构成的弧形结构。这个弧形结构当中呢，我们观察到了怎么涨上去的，它会怎么样跌下去怎样跌下去。同时呢，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走到哪儿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是怎么涨上去的，怎么跌下来，并且下跌的位置是在交点位附近目前它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这个反弹时间级别呢是日线级别的是日线级别的，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是我认为在均线压制下很快以太坊还会回到这个黄色的收敛结构当中这个结构呢，这个黄色的收敛结构呢是不断加速下行的最终呢很容易在这个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反弹，而不是当前这里除非这个位置呢以横带跌，走出一个缓跌的结构那么以太坊的对于比特币呢将会怎么样呢？将会与同步现象，将会出现一个同步涨跌的现象。那行情在趋势上，在日线级别上以太坊目前对比特币的价格是加速下跌的仍然是一个加速下跌的状态。那当前的反弹，以太坊对 USDT 的反弹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个反弹呢还没有走完，我认为还有一根阳线因为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是悟空8阶沙僧震荡震荡沙僧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上方还有一根阳线。4小时级别反弹的目标位呢是1270美金1270美金，1270美金呢是我们第一个布局空单的一个点位第一次布局空单的一个点位，有这样的预期。那日线级别呢，如果出现对称性的下跌和对称性的上涨，那日线级别的反弹目标位是在1500美金附近。1500美金附近，这里面同样会有一个压力线，这个压力线呢是上方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在这个位置1500美金形成的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是逐渐下移的所以呢，在以太坊的行情当中，如果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那我们再次布局空单，再次进场布局空单的位置是大概在1570美金这是2个时间级别。第一个时间级别呢是如果这轮反弹的这轮反弹比较弱势在4小时级别出现反弹的一个目标位大概是在1270。那如果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目标位，我认为是在15701570。这2个
价格啊，我们都可以分布式啊，像刚才提到的比特币一样啊，布局空单啊，布局空单，分两个仓位去布局啊，分两个仓位去布局，这样呢，你才能抓住行情当中的一个线性的啊，一个线性的一个区域啊，一个线性的区域。那以一个线性的思维模式去获利啊，成功的概率是远高于单点介入的，单点这个位置介入啊，拉上去容易爆仓，跌下去你不知道怎么搞。但是线性思维呢，会给你一个2个点的机会，起码2个点的机会，2点构成一条直线嘛，2点构成一条直线啊。所以呢，在控制仓位这个角度上来看啊，要有一个线性的思维，要有一个分布式布局的一个思维。那么对于 CEL 啊 CEL 这个代币呢，我认为啊，这种上新的，它是在 OKEX 和抹茶上啊，这种新币种啊，或者是次新币种，它的上涨结构啊，一般来说非常简单，特别是在这种大熊市当中啊，我们可以对它有3个考虑，做空的时间点啊。第一个时间点呢，目前来看啊，它走出了一个什么呢？走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啊，打到4小时线上，这个位置呢是它悟空阳线，然后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目前它是在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这个时间级别上涨吸油呢，涨幅已经非常巨大了，达到了256%，也就是说2倍半的涨幅已经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啊，4小时上涨吸油结束之后啊，16点呢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啊，因为次新币种呢一般会出现啊3种时间级别的上涨。第一种时间级别就是非常普通的，类似啊就是这个 CEL 啊4小时级别上涨，这轮行情结束，然后一路下跌。第二种时间级别稍微强势一点的是做什么呢？是做日线级别上涨。目前在日线级别上涨当中，它处在一个沙僧阳线的位置。如果出现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啊，在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结束之后啊，有15分钟级别的均线的一个死叉，我们就可以布局空单啊。第三种情况呢是周线级别，周线级别它是比较大的一个时间级别啊。我们可以举一个案例啊，像这个 GMT， 就是 GMT 在行情当中啊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啊，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分别是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周线级别上涨吸油是在熊市当中最好的一个做空时间点，因为它给了我们很大的做空空间啊。除了这个 GMT， 还有 WAVES 啊。我们打到周线啊，这里出现了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然后下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2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啊，这是一个老币种，你看啊，它走势非常规律啊，周线上涨之后对称周线下跌，然后这里面在日线级别上啊，这里面有个快速的拉升，就是说它这个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它试图完成啊做出一个日线级别反弹，但是没有成立，但是它的涨幅也很大。我们看一下它的涨幅啊，从下往上拉是看涨幅达到了30%左右啊，但是因为比特币的下跌，它没有形成日线反弹啊，直接又跌下来了。最终呢，我们在周线上可以看到啊，周线级别上涨之后，周线级别下跌啊，接力式的周线级别下跌，也就是1轮周线上涨之后2轮周线级别下跌，跌幅非常巨大，跌幅达到了95%啊，跌幅达到了95%左右啊。那么这么看啊，我们做 CEL 啊，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啊做空的逻辑啊。首先呢，这个位置在4小时级别上，它形成了第1轮的4小时级别上涨。4小时级别上涨，我们可以做空
可以做空。那如果在高位1.55美金达到我们止损，它形成了日线级别上涨，形成了最终的日线级别上涨之后，我们在日线级别上涨的收盘价的时间点去做空啊。那如果 CEL 非常强势，强势到类似 GMT 啊，我们在未来的行情当中看到了它有出现了像 GMT、WAE-S 这种周线级别上涨，那么是我们更好的一个做空的时间点啊。就是它有3种可能，但是每种可能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工作啊，都可以做一些工作。做这个工作的理由，做空的理由就是周线级别或者日线级别或者是4R级别上涨之后的下跌啊，根据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啊，就很容易在这种快速波动的行情当中啊，新币种或者次新币种啊这些行情当中获利啊，因为你读懂了它的 K 线原理啊，读懂了它的 K 线运行原理，就比较容易在这个行情当中获利。那6月底啊，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啊这部书啊就很快会印刷出来啊，在市场上发售，并且我的这本书啊出版社送给了我这个版权登记，也就是说我的知识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啊。然后这本书出来之后，我会送大家一些啊，送给这个每天帮助我点赞评论的这些小伙伴。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